比特币下破之后，接下来要回到前低吗？今年年底会迎来经济危机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它依然是在走着一波震荡，但是偏空的走势的。你可以发现呢，没问题，我们其实都在震荡，甚至我们现在的价位离最高点呢，也不过就是一个20几%的距离而已。这对于比特币来说，这其实不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呢，我们甚至可以看到50-60%、60-70%的这种回调，这种是有的。那我们来观察其实我们原本的空头走势呢，并没有被改变。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的高低点呢，它依然是在降低的。高低点呢，它一定是偶数个，它一定是相对应的。那对我们现在来说呢，如果要改变这个走势，最重要的就是突破我们上一个高点，大概在7万左右。如果我们的涨幅呢，它没有突破这里，那这段上涨呢，它就没有改变我们原本的趋势。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其实它已经来测试我们下面的位置基本上已经不太有筹码了，所以如果它通过的话，它就可以通过的比较快。那接下来已经来到这个非常危险的区域了，我认为这已经是命悬一线了。它如果说把我们现在附近比如说54000、55000左右这个位置呢给下破的话，那我认为到前低的这个几率就是很高很高。那我们可以再重新观察一下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在6万左右的支撑的效果呢是很强劲有效的不过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的行情呢，6万这里它或许它的效果呢已经没有像我们前面想象的那么好了，因为它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的来回的穿插。那我们再一直把6万呢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互换我认为就是不太妥当。你可以看其实虽然说我们插针的这些位置呢，它的价位呢都不太相同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画出这条互换它是一个很明确的支撑我们之前的几次针它都是落在这个上面的。那如果说这里被下破的话，我相信我们就真的可以来挑战我们在之前所创出前低的这个点位这点是大家要很小心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我们再切小一点点，我们切到4小时吧。到4小时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原本大家都很重视的，大概在58000、57500左右的这个互换呢，它已经被下破了，而且它是有经历过回踩的。这个位置它的效果呢，其实不言可喻。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阻力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里有支撑、支撑、支撑，然后这里也有支撑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是已经踩不稳了那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暴跌，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呢我认为绝对是对空头比较有优势。绝对是对空头比较有优势那当然我们在震荡的行情当中呢，它确实没有办法做出趋势的单子，它没有办法做出像我们之前给大家看的那种单子做不出来的。可是呢，如果我们做震荡的话，那还是以高空的这种操作会比较适当就是高位做空的方式是比较适当，而且我们必须做左侧的交易因为这是震荡行情嘛。其实我们来聚焦一下我们前面针尖的这种筹码堆积的状况你可以看到大概在54000、55000左右这个位置，它还有一个最后一个互换当时我们是回踩这里才向上的。那当然了，如果这里被下破的话，我相信我们真的可以来测试到前低的位置，甚至直接来一个新低。因为现在其实从大环境上面总经上面呢并不支持还有一些过往的数据并不支持我们现在就开启一波全新的多头走势。它可以走得很深很远的多头走势，它是不支持的。那我们来聚焦一下我们当前这几根4小时的 K 线，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前面有一波下跌，这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其实在下跌过后当中的调整，那这个调整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区间是微微向下的，那就表示它绝对是还比较弱比较弱。如果说是比较强调整，它一定是会往上那就表示其实我们接下来在下破的可能性就很大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是下跌，还没有出现很大的量能对吧但其实下跌是不需要有量能的，它下破关键位的时候呢，有量能配合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在下跌的过程不一定要有量能才可以表示它很健康。它没有量能，慢慢的下跌呢，它也可以走出一波很健康，可以走得很深的这种下跌反而是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呢，看到这种突然加速、量能加大的这种下跌，那就表示它的下跌很有可能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所以其实这种阴跌呢往往才是最危险，往往才是最磨人的。
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长尾。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这个活动时间也是有限的哦。现在已经倒数，只剩下13天了。项目都有教你一步一步拿取空头的流程。你完成任务之后呢，你可以领取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仓位。那赚钱呢，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是没有问题的。那亏了没关系，因为那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的话呢，其实走的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势啊，甚至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当前以太坊它已经把我们筹码呢比较密集的区域都给跌破了啊，那就表示其实以太坊呢，如果说这个位置再守不住那我相信它就一定会回来测试2000-2100左右的位置。当然2000-2100左右呢是以太坊很重要也很关键的支撑，也很有效力很有支撑的效果。那我认为在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呢，大背景没有被转换过来的情况下呢，还会走继续震荡。那我们在2000附近重新做一个底部，至少在2000附近做底部，甚至有可能到更低的位置的几率呢，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 ETF 流的数据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这几天呢，从8月27号以来一直到现在呢，全部都是流出，甚至我们在9月3号这天呢，我们流出了很大量当天我们就流出了接近$3亿。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之前 ETF 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3亿的这种数额呢，它绝对会对盘面造成影响那你可能说几千万这个还好1-2亿也还好会有点影响，但还好但你说$3亿以上，就绝对会对盘面造成影响那你可以看到最近呢，其实都一直在流出的情况。其实我说实话我们已经非常久没有这种连续大量的流入了。自从我们在3月中结束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看到了到现在已经半年了。那我相信我们下次再出现这种连续的大量的流入的时候，就是我们多头开启的时候。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现在绝对没有这种苗头的，没有这种迹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彭博的这则报道吧。他是谁呢？他是日本央行的行长。他说我们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呢，如果说经济的发展呢，如同日本央行预测的话，那我们即将在年底前呢再提升一次利率。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上次提升利率是什么时候我说的是日本是8月5号。大家还记得8月5号当时从股市一直到币市，我们经历了多大的浩劫你可以看一下，像我们这根 K 线呢，没错，这根 K 线就是在8月5号所产生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因为日本跟美国的利率的当前的关系之下呢，会产生一些套利的机会那如果说日本央行升息，就会导致这些套利的人有巨额的汇差损失那还有一连串的连锁效应就会导致一些问题甚至是不可预测，甚至就引发了一个黑天鹅，也不一定所以如果说接下来日本它降息的话，这我们要小心。而且他有谈到了，他说如果符合预期的话是会降息的不好意思如果符合预期的话是会升息的，所以升息它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这点大家要小心一点说不定这就会为美国的可能的经济衰退、可能的经济风暴让它有导火索那我们再来观察我们到了明天呢的8点半的时候呢，会公布非农的数据。那其实现在呢，决定美国利率政策最重要的就是通膨还有就业的数据。那通膨现在很明确嘛，是已经获得控制了，甚至比疫情前呢还要更好。那现在我们就应该聚焦在美国的就业数据。其实通常当然了，我们先有背景知识这种就业数据呢，当然是越多，那就表示美国经济的状况是越好的；那越少就表示呢是比较可能有危机的。那通常我们在降息之前呢，非农就业数据它都会到10万以下它都会到10万以下甚至是到5万也就是到5万到10万的这个区间。那我们可以观察，因为我们9月18就要降息了嘛，我们要观察一下那当然，美国现在在9月18号的降息周期呢开始的周期它依然是预防性的预防美国未来会出现萧条，或者说出现经济衰退。但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都有几次的例子，尤其我们在2020年最近的一次例子就是美国降息之后呢，它当然一开始是要预防经济衰退，不过后来呢，它在降息的过程呢就出现经济衰退了，然后就开始大放水了。那一大放水，比特币跟股市汇市的牛市呢，绝对会开启，绝对会开启的这点是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的。然后如果有 QE 的话，我们就会再迎来我们像之前那种高通膨的时代。好，最近我们举办了送周边的活动，有一些交易所的周边，当然是散的啦，有可能是衣服币安的上衣，然后有可能是 Bybit 的毛巾，然后有可能是币安的帽子。你只要完成下面活动的条件呢，你就可以得到免费的周边，会直接寄送到你家。好，这个活动是很优惠的，因为很多周边都是要钱嘛。当然我们接下来会设计我们自己的周边因为这些是交易所的我们会有自己的周边大多数也是跟比特币、以太坊还有 Solana 相关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